沈燕，今天呀，你必须得签字，这房子归弟弟沈强，你带着林小满出去住。娘，我在这个家3年，地里的活我干，家里的饭我做，你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嫂子，你别说的好听，你不能生，留着你干啥？我回来了。沈燕，你就听你娘的吧，小满岁数大，迟早拖累你。笔在这儿，按指定。沈燕，今天这个字你签了，我一句话不会说。分家可以，但我和小满不净身出门。哥，你疯了？没疯，我只是终于看清了。你敢忤逆我？娘，钱欣然、小满挣的工分够抵这半间屋子的了。你吃他什么迷魂汤啊？何玉莲，你少管我们2口子的事儿。分家可以，锅碗被褥我都不要，但账要算清。你拿啥算？爹留下的账本还在里面吧？什么账本？你爹死几年了，少拿死人说事儿。娘，你不敢呐，是因为上面记了我跟小满这3年给家里交了多少钱。哥，你别胡扯！这个账本我见过，爹一笔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沈燕，你这样闹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你其实就是因为太害怕名声，所以才连媳妇儿都不娶。什么前世？没什么，我说从前。86年，小满卖鸡蛋23块；87年，我打零工给家里挣了46块。腊月，小满给沈强送去上学12。那是娘让我读书，读书是真，可你偷来也是真的。你个外星人，闭嘴！连小满是我媳妇儿，不是外人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好，那你就滚。可以，给我20块，还有小满陪嫁那床被子20块，你咋不去抢？不给，我就拿这个账本去队里评评理。桂兰婶儿，要不先给他，反正他们没地方住，到时候还要回来求你。拿了你就别回来。小满，我们走。我们去哪儿？去镇上赚我们的第一桶金。沈燕，我们真的要卖腊八面吗？可是咱们只有20块，要是赔本了，晚上连窝窝头都吃不起了。放心，赔不了。你调辣子，我吆喝。你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从今天起，我给。腊八面2毛1碗，不香不要钱。哟，真摆上摊了！你一个大男人卖面，不嫌丢人啊？靠手艺挣钱吃饭不丢人，挑拨别人夫妻关系才丢人。沈燕，你什么时候嘴这么多？跟你学的。哥，我也来一碗，记账。亲兄弟也得先给钱。一家人谈钱伤感情。以前分家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我们是一家人？嫂子，你别得意，镇口摆摊叫供销社点头，去连写一句话，你们就摆不成。不让你们摆，也是为你们好。我们摆的是空地，没在门口，而且我们卖的是首饰，也没偷没抢。你倒挺懂规矩，懂得比你想的多。这辣味有意思。老板，来碗最辣的。沈燕，他开小轿车的，咱别把他吃坏了。放心，他就爱这口。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
敢吃最辣的人胃口一定大。辣的直，香的纯，这谁调的酱？我他手艺好，就是以前没人识货。周老板，镇上供销社也有卖辣酱的，干净体面，比这小摊强。哎呀，你不懂，罐头酱我都吃腻了，就想吃点新鲜的。周老板，要是你有南方客户，我这辣酱可以按罐供。你知道我是做南方生意的？您的车牌是南边来的，鞋上也有马头泥，袖口上还有货单印油。哼，好眼力。不过我不跟没有本钱的人做生意。您可以先拿3罐试卖，不收定金，卖不好送你。沈燕，你疯了，白送！舍不得3罐酱，换不来30场生意。口气不小，明晚旅社包间，我要见成品。面钱，剩下的算定金。一碗面只要2毛钱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剩下的买你的胆子。沈燕，真以为你自己攀上贵人了？不是攀，是谈。沈燕，你怎么知道他姓周？猜的。你有事瞒着？沈燕，你今天不对劲。哪里不对？你会算账，还会看人，会跟周老板谈生意。以前沈强喊你一句，你就得哆嗦半天。人总是会变的，一天就会变成这样。小曼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没护住你，后来一辈子都后悔。那只是梦。可是我醒了，是真的。以后谁再欺负你，我挡前面。说的好听，男人的话都是骗人的。那就看我做。你们还真有脸回来住？偏屋是爹留下的，我们住一晚，明天就走。做啥了？发财梦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哥，周老板那单我听说了，你把病房给我，我去谈，比你体面。你是想去谈，还是想抢？哎，一家人分这么清干啥？从你们赶我出门那一刻就分清了。沈燕，你别后悔。沈强啊，是进大厂吃公饭的，你跟着这个女人摆摊啊，迟早要饭。我就是讨饭，也讨不到你们碗里。再碰，我就告诉周老板。你认识周老板？你哥现在硬气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玉莲姐，你不是也看不惯林小满吗？那女人一翻身，就更不把你放在眼里了。我看不惯她，是因为她嫁了不该嫁的人。那咱们合作，明晚周老板要来看辣酱，咱让他们见不成。你要干什么？供销社有盐有糖有醋，你给我来点闹肚子的东西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不用害人，弄臭他们名声就行。玉莲，给我拿10个玻璃瓶。这样做大呀？不做的，这样总比靠别人施舍强。你也买瓶儿？我买啥关你啥事儿？关我事。我劝你离我东西远点。沈燕，你现在防谁都像防贼。贼可不写在脸上。我要10个，这里面只有8个。哇，供销社忙，数错也正常。正常，那账也正常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做生意账清楚，做人也一样。哥，你别太小心，小心没朋友。我不怕没朋友，只怕身边有人。他们没安好心啊。所以今晚辣酱不放让人。你这上面都是什么啊？盐多了一半，蒜还少了。假的，给该看的看。你越来越像狐狸了。狐狸护屋2，走，吸管。
辣椒3斤，盐半斤，就这？快点儿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娘，只要我拿到配方，周老板那单就是我的。哎呀，你哥他没出息，要发财呀，还得是你发。沈燕，你听见没？听见了？那咱们还不快进去啊？别急，真刀要留在家和我学。哥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明天要见周老板，不能丢人。小摊贩见老板可别腿软。我男人腿不腿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嫂子真护短。他护我，我护他，我们这叫夫妻。夫妻能当饭吃啊？能，明天我们就靠夫妻挣饭吃。沈强他们可能真的会去找周老板，他一定会去。那怎么办？先让他们出丑。沈燕，你到底梦到了多少事情？多到我不敢做错一步。我实验你，你们实验开始。周老板，我才是沈家的正经儿子，配方在我这儿。周老板，沈强年轻有冲劲儿，供销社也能帮忙供货。你不说话，让他们先绯闻。这是酱还是盐土？不可能，我明明按照配方做的。配方？什么配方啊？你自己的吗？还是托别人的？你血口喷人！周老板，是这个。这才是我要的味儿。周老板，小摊出货不稳定，万一明天变味了呢？所以我写了批次表，每罐的日期、盐量、出锅人全记。你上了几年学？我书读的不多，亏吃了不少。这话说的倒是真。30块是单，3天内交货。周老板，你不能信他，他就是个窝囊废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我只看货，一半定金，交货后付尾款。你还敢要定金？知道要钱的人才是做生意的。沈燕，3天30罐，把我们2个手都剁了，都做不完。我摘辣椒，你要酱，今晚先做10罐。你会摘吗？你小心点，别崩到自己眼睛了。前半辈子我亏欠你的，后半辈子我给你补上。我不要你补。哟，这是接上单了呀，挣了钱呀，可别忘了孝敬娘。分家的时候娘说，拿了钱别回来。气话你也当真？赶人的时候是真话，分钱的时候就是气话了。哥，我也不跟你抢了，我给你干活，给我分5成。你偷配方坏我生意，还想让我给你分成？我是你亲弟，小满是我亲媳妇儿。哎呀，养你这么大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顶撞娘！娘，你养我知道，但小满不欠你的。不给我，谁都别想做。捡起来。你命令我？不捡，明天我就把你偷配方的事情告诉周老板，也告诉全镇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今晚酱做好，不能放假。这仓库是周老板介绍的，沈强他应该找不到吧？他找不到，何玉莲能找到。周老板让我过来看看包装，毕竟供销社懂规矩。周老板没通知我。你还没资格试试让周老板报备。哥，我们就看看。看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。李小满，你防人跟防贼似的，怪不得你婆婆不喜欢你。我婆家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，只要我男人喜欢我就够了。你们吵什么？周老板，我怕他们会有问题，过来替你把把关。你们这不是咸辣椒水吗？哥，你这不是骗人吗？周老板，我早说他们会有问题。不是我做的。我信你。给我解释。解释之前先关门。关门干什么？想打人？不打人，抓贼。供销社袋子是谁拿来的？供销社袋子上有图案，镇上只有你何玉莲能拿到。
一个破包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不了什么，但能证明有人来过。哥，你别乱咬人。还没说你，你急什么？我们的酱还在，你早知道他们会调包，我猜到他们会动手，所以在蒸罐子上做了标记。你耍我吗？是你们先伸的手，谁伸手了？证据呢？我在每个蒸罐下面都贴了红纸，你们调包太急，没看见。这个假的确实没有标签，也不是我的封口。就算有人动手，也不是我们。仓库门没有被撬的痕迹，知道位置、有机会、有供销社袋子的，只有你们两个。哥，你少冤枉亲弟。亲弟弟不会要哥哥的命。我不管家事。沈燕，30罐能不能准时交？能。好，那我再等2天。不过以后他们2个不许再出现我的生意里。周老板，听不懂？哥，你真要把我逼死？我只是把你伸出来的手按回去，你等着，我还有办法。味道稳，风格也稳。这是尾款。沈燕，这真是咱挣的。第一笔。先别高兴太早，这30块只是试单，要是南方那边卖得出去，下次300罐。300？我们接。沈燕，你别急着接，咱们只有一口锅，只有2双手。你媳妇儿比你清醒啊。他管生产，我管谈价。300万可以，但单价要涨。你胆子还挺大啊。量大，风险也大。沈燕，娘就知道你有出息，这钱呐，娘先替你保管。不用，成家的人，钱给媳妇儿。哥，你疯了？男人的钱让女人拿？我们家的钱，他拿。他早晚呐卷钱跑。我要是要跑，分家那天就走了。沈燕，家里的账清楚，外面的账才清。周老板，放心。 300块你们做不了，我有办法找人。你找的人，我不用。你会后悔的。钱不给娘可以，你弟要进服装厂，你得帮。服装厂？谁答应他的？何玉莲帮我牵的线。哥，摆摊再挣钱也是个体户，我进厂就是铁饭碗。你进你的厂，找我们干什么？沈强进厂去推荐，周老板跟厂里说，让沈燕介绍不就好了？我为什么开口？我是你弟呀！你昨天还想回我的货？那都是误会。你们谁找我呀？周老板，沈强年轻勤快，想进厂。勤快？我可是听说他连自家的辣椒都不肯捡。周老板，我不替他担保。哥，你别断我前程。你自己想进厂，还让人给你担保，只能说你自己没本事。李小满，你别把话说太绝，女人嘴太辣，男人迟早嫌弃你。我就喜欢他的辣。你今天不是为这事来的吧？不是，周老板，我想找你租2台厂里的闲置缝纫机，做辣酱围裙和布袋包装。你卖酱做缝纫机干嘛呢？只卖味道，容易被仿。如果做了布袋包装，就成牌子。牌子？就叫小满辣。想法不错。用女人名字做生意，不嫌丢人啊？笑的人多了，记住的人也就多。那我呢？招工看手艺，会踩缝纫机吗？我会。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以前在娘家的时候就会做衣裳。会做衣裳代表能干厂里活。嫂子，别丢人。针脚密，口子平。我说过，他手艺好。你以前怎么没夸我？那以后天天夸。女人再能干，也要靠男人给机会。机会是他给的，但手艺是我自己的。2台旧机可以租给你们，1个月8块，押金20。周老板，我也能选。先学会做人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你说过咱们家的钱归我管，那也得让我花。好，都听沈家老板娘的。什么老板娘？小满辣的老板娘。沈燕，你就不怕他以后比你强吗？他本来也不弱啊。哥，你不给我活路，那我就自己找。只要你不走歪路，没人拦你。歪不歪，挣钱就行。
这布袋子和我们的一模一样。镇上会做布袋的又不止你们一个。满口香，谁供的货？我你偷我们的样子，嫂子说话要讲证据，你叫小满辣，我叫满口香，差得远了。供销社只看价格，沈强比你们便宜1毛钱。便宜1毛钱，盐少一半，优液掺水。你懂啥？客人买便宜又不买讲究，你不怕让人吃坏肚子吗？又不是毒药。做吃食最重要的就是口碑，口碑砸了那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像谁？你们小摊谈名声。何玉莲，你卖仿货可以，但别摆在小满辣旁边混着卖。供销社我说了算，那我们不卖。你舍得吗？舍得，不放供销社，你卖给谁？卖给真正识货的。哥，我劝你别硬撑，300罐的单你做不了，不如让给我。你那家连10罐都走不出阵，那咱们赌赌什么，3天内谁卖的多，谁就用小满这个名字。我的名字凭什么让你赌？我们不赌名字，赌供销社柜台，谁输了谁下架。沈燕，供销社门口有人流，咱们这儿没人，怎么办？咱不拼便宜，拼回头客。回头客也得有人买才行啊。没事，不好吃，退。喂，那我们不赔死了？敢退，才说明咱们货是真的。哥，你这招挺唬人，可1罐便宜1毛，谁买你的？吃进嘴的东西不是越便宜越好的。老百姓就认便宜。那你们尽管呗。南方那边来信了，4袋卖完了，催第2批了。真的？但是我听说镇上出了仿货，名字还像。你们要是连本地市场都护不住，我可不敢下单呢。所以这3天我们当场分高价。怎么分？每卖1罐，我们当场登记姓名、数量和退货量。买东西还登记，谁愿意啊？愿意登记的，下1罐便宜5分。这样既能留住回头客，还能防止你们乱报数。以为自己多聪明。聪明谈不上，吃过亏。行，我陪你们玩。登记不让买完，他们结束。我懂。他们要偷本，那你还把本放这儿？不摆出来，他们怎么偷？玉莲姐，烧了他，沈燕就没证据。别烧，改数字，让他卖10罐，变2罐。改得挺认真啊。你咋进来的？哼，供销社在后门没锁。沈燕，你们私闯供销社，那你们偷别人记账本算什么？你们手里那本是我故意放的副本，真正的账本在这儿。你又耍我！是你自己上过。哼，一个改账，一个偷本，你们2个做生意真是没底线。周老板，我们只是看看。那你们半夜偷别人账本算怎么回事？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选了偷。那也是你逼的。没逼你伸手，没逼你调包，更没逼你改账。赌局不用等3天了，沈强的货从我的渠道永远不进。那供销社的柜台呢？供销社不是你家的，明天我会给主任说清楚。沈燕，你真要为了林小满把我们都得罪完吗？不是为了他得罪你们，是我亏欠他们。哥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还有娘呢。沈燕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配方给不给你弟？不给。那你是不认我这个娘？娘，你能不能不要张嘴就是这一句？你闭嘴！沈家的事儿轮不着你。小满是我媳妇儿，我的事儿他都能管。娘，周老板断了我的路，都是哥害的。沈燕呐，你弟还年轻，你就不能让他？我让了20多年，结果呢？他偷、抢、改账。再坏，他也是你弟。小满再好，你没把他当外人。那你选娘还是选这个女人？沈燕，你别为了我跟娘闹剧。我不是为了你闹剧，我是想把理说清楚。娘，我养你，孝敬你，但是我不能拿小满的手艺去填沈强的窟窿。你是被他迷了心。我以前没被他迷惑的时候，倒糊涂像条狗。你骂谁狗？骂我自己。哎呀，娘老了，就希望你们呐兄弟和气。兄弟和气，不是一个人扒另一个人的皮。沈燕，要不我们走吧？
走，可以把这个签了。你挣的钱呢，30%归家里。沈强写的吧？你该给。我给娘养老钱，不给懒汉分红。还在想娘的话，沈燕，你不该为了我背上不孝的名声。孝，不是推媳妇儿进火坑。可是镇上人嘴碎，我前世就怕人说，所以最后谁都没护住。你又说前世。沈燕，梦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梦见你走了，过得很苦。梦见我想找你，却找不到你。那只是梦。所以我不让它成真。哎呀，有个机会，服装厂那边积压了一批碎布，我可以低价处理给你们。你们可以做布包，也可以做围裙。围裙还能卖钱？能，饭店、摊贩、厂里食堂都用得上。但我只给主事人谈。那您跟他谈。我小满蜡牌子是你的，布活也是你的手艺。沈念，你可真会装大方。女人一旦有了钱，以后可不一定跟你。我有钱之后跟谁过，跟你没关系。那咱明天去厂里看吧。周老板，我跟你谈，但是价钱得我定。有意思。你不怕我真的变得比你强？我怕你不敢变强。这批布受潮了，还有很多边角料，不能按整布的市场价来算。你说多少？最多一半。你比沈燕看着还狠。他是老板，听他的。周老板，碎布我也有客户要。对，我可以全包，价比他们高。你拿什么付？供销社可以记账。记谁的账？记供销社的，还是记你自己的？这批布你们想要也可以，但是它受潮了，回去要晾晒、挑拣、剪裁。沈强，你会吗？我可以找人。找人工不要钱啊，剪坏了不用赔啊。货物滞销了怎么办？林小满懂货，也懂账，货给他们。周老板，你偏心。我只偏有本事的人。哥，你别得意，娘说了，你要再不帮我，就去林小满娘家那。你敢？嫂子，没记错的话，你娘家欠过沈家彩礼吧？彩礼早就在账本里抵清了，账本在你手里，你说清就清。除非有外人证明。行，正好娘也在，咱们把账摊开来。沈燕，你把账本给别人看，你是想要沈娘吗？周老板只做见证，不审谁。哥，你为了林小满，连娘的脸都不要了吗？我娘家穷，但你们也不该年年打菜来压我。你嫁进沈家时，沈家可是出了300块。 300块不假，但婚后第一年，小满娘家送来2袋麦，只要32块。第二年，小满卖鸡蛋、缝衣服补贴家用，沈家账上记了86块。第三年，他替沈强交学费12。那是他自愿。我是自愿，但不是自愿为你们卖一辈子命。爹生年写过，彩礼算夫妻共有，不得再讨。上面有爹的手印。确实有手印。死人的东西能算数？沈强，你占爹半间屋子，算不算数？这张条你是怎么找到的？爹一直夹在账本的最后一题，以前我没翻到，是我瞎。就算是彩礼清了，你还是沈家的媳妇，挣钱呐就得顾沈家。每个月我给娘5块养老钱，写在纸上。除此之外，谁也别想拿小满1分钱。这样清楚？5块？你现在挣大钱就给5块？你要想给也可以给。这张收条我以后要自己保管。你们呐，早晚会翻跟头。栽过一次了，不会再栽。南方客户那边要300罐辣酱，100条围裙，10天交。10天太紧了吧7天交辣酱，但围裙要12天。你们倒是敢拆条件啊！齐货可以先交账，围裙的话就当赠品分批发，这样也不耽误卖货。嗨，你俩真是一个敢拆，一个敢谈啊！周老板，这么大的单交给他们，万一交不上怎么办？
所以签了违约，按时交，货款全付，交不上赔双倍违约金。可以，但我要定金的30%。30%？你们穷疯了！没有30%，我没法买原料。周老板要是真要货，就得让货火起来。可以，30%。双倍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知道，那你还签？因为我们能做到。你们能做到？2个人4只手，我可以找女工啊。人呢？服装厂的婶子们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来接零活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人不用都来，但活可以分出去。小满了，成不成就看这一单。合同要是丢了呢？这合同啊，比钱都重要。所以要提前放好，不能离身。小马，我刚刚听说有人找你，好像是你娘家来信啊。我娘家？别急，我去看看。人家找他，你去干啥？我是他男人。你干嘛？我看你包脏，帮你拿。你手比包脏。一个人骗出门，一个人偷合同，配合的不错呀。合同又没丢，合同没丢，也算丢信任。何玉莲，以后你不要再给我献殷勤，也不要出现在我谈生意的地方。周老板，我在供销社上班，不归你管。我的生意我说了算。哥，你就这么看着我倒霉吗？我是看着你一次次把自己往坑里推。还好合同没丢。我就知道你们要来这一出。合同又没丢。演，看你们能演到什么时候。沈燕，你这个人会做生意。困了去睡，我来。你会算账？不会可以学。沈老板啊，你谈生意行，算账可不行啊。所以家里还得有老板娘啊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图啥？图以后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小时候啊，你也跟娘说，让娘过上好日子。我没忘。记得呀，就应该带上你弟。娘，我可以给沈家找正经活，并不是让他去抢。正经活，你给我安排个打杂的，自己拿大单。你连打杂都不愿意做，我凭什么从头干？我是你弟。生意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你们赶工这么累，明天早上起不来，可就违约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祝你们发财。他今天太平静了。越平静越危险。不过我已经把货分开放。你连货都分开放了？前世我太信任，这次我只信你和证据。那你会信我多久？一辈子。沈岩，着火了！哎呀，咋起火了？货呢？货着了没？货没事，真货在屋里。你怎么来这么巧？我听见动静。你住正午，离这儿最远。哥，你又怀疑我？这不是咱家的火柴。村里啊，家家都有火柴。柴神牌的火柴，只有供销社在卖，何玉莲柜台才有。又是你们！是又怎样？你们不是没少找吗？沈强，娘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他们发财了，就不要咱们了。不回他，我以后和西北风。你不是没路，你是不肯走正路。
郑路曼，把我会断！你再敢上前，我就断纵火罪！别闹了，连你也怕他们？娘，你这次看清了吧？好了，怕后悔，怕你又变回从前。不会。没事。昨晚吓着了吧？娘，您这是……沈强啊，做得过了。沈燕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妈偏心偏了一辈子？是。你爹走得早，你弟弟小，怕没人管，就让你让着，就让成习惯了。娘，一直让的人也会疼的。娘，我可以孝敬你，但我不能再牺牲小满。娘知道了。这是娘攒的13块钱，你们拿去买辣椒。娘，我们不能要。不白给，娘给你们摘辣椒，你给娘算工钱。娘，您终于想清楚了。昨天一烧啊，娘才想明白，这货要是烧了，你弟就毁了，你们也毁了。娘，那沈强呢？他跑去找那玉莲去了。他们还会再闹的，娘管不住。那就让他们撞墙。沈岩，娘对不住小满。娘，这话你应该对他们说。小满，妈从前糊涂。娘，你以后别把我当外人就行。陈婶儿，抢出事儿了！这是谁打的？他借钱做辣酱，结果酱卖不出去，债主过来要债了。借了多少？不多。不多是多少？连本带利120。120啊！哥，你救我了！钱借给谁了？一个跑货的。名字？哪有什么跑货的？还不是你拿去赌了吧？哥，你别胡说！现在别说这了，先拿钱救人吧。沈燕，你不是刚收了一笔定金吗？所以你们盯上定金了。沈岩，再坏他也是你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救，但不是拿钱填坑。那咋救？写欠条，写清楚钱用在哪儿。沈强，跟着我做工，1天1块，扣完为止。1天1块，要扣到啥时候？那你借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什么时候还啊？沈燕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不狠，他下次就敢借1000。写，必须写！现在得给钱了吧？不能，你耍我！带我去见债主，谈本金，不认乱立。不行，你这么着急，债主不会是你找来的吧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找债主。债主不在我这儿。我们还没说那个债主是谁。沈强说钱是借来做货，可货在哪儿？他自己花了，问我干什么？因为这张借条上的介绍人是你表哥。我好心介绍，谁知道还不上呀？你好心借他120块，让他买你们供销社结块的油和受潮的辣椒。你咋知道？你身上那股霉辣味昨晚就有。做生意有赚有赔，你们不能赖我。赚赔正常，但给人下套不正常。沈燕，别自己装的有多清白，要不是林小满，你娶的人是我。不会，你当年偷偷看我，不是喜欢我？断我眼瞎，
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媳妇儿，林小满，那我算什么？算总想着拆别人家的外人。玉莲姐，你说帮我发财，原来是要对付我哥。你自己谈，怪谁啊？这话倒是说的没错。那债怎么办？本金我们认，坏货退给供销社，乱利一分不给。你们说的不算。那就让周老板来说。何玉莲，你拿我的名头在镇上放债，我可没有。借钱的人说，周老板的朋友都认这条路。我做货运，不放债。周老板，我真以为是正经生意。你是贪，不是傻。嫂子，我错了。你现在转过来有什么用？沈老板，你想怎么处理？本金80，沈强自己做工还，利息不认。坏油坏辣椒，供销社按原价退。凭什么？凭你卖给他的时候说能做出口味一样的小满辣，这是欺诈。我可以作证，仿货影响了我的订单，我还可以让南方的客户取消给供销社的采购。行，我退。别高兴，欠点海钱。哥，我跟你干活。那先说好，要是偷懒，可是要扣钱的。知道了。你线下护林小满护的紧，可你们迟早会因为钱翻脸。我们会吵，但我们不会算计彼此。夫妻能吵，但是账不能乱。7天后先交300万。好，别让我失望。300罐，能不能出阵还不一定呢。我数了3遍，300罐，1罐不少。哥，嫂子，我这回真没偷懒。记你3天风险。真的。别高兴太早了，摔坏的要赔的。货车临时调不过来了，我今天先用车拉走一批，剩下的明天早上再拉。临时调不过来了。有人举报我手续不全，车队卡了。做这么大生意，手续当然要全。你举报的，我只是提醒该提醒的人。玉莲姐，你还没完啊？怎么这么快就向着他们了？他们至少是让我靠干活还债。没骨气。手续我可以补，但需要2天时间。2天就会违约了。周老板，你南方顾客第一批要多少？第一批100罐。那今晚先用桑塔纳拉100罐走，剩下200罐，明天我们分批运到厂里，借厂里的正规出货单。厂里凭什么借？用围裙跟他换。我们给厂里做100条围裙，上面都印着厂名，这样就当是给厂里做样衣了。你们夫妻2个反应倒是快，真会钻空子。我们走的是正路，再胖我可就不忍了。厂里可以转单，但是需要你们做10条围裙来做样本。10条可以。主任让我转告，接单可以，但小满辣以后进供销社，利润让30%。主任让你转告，不信你别借啊，30%太多了。那就等着违约呗。哥，会不会是真的？假的。你凭什么说假的？厂里接单跟供销社利润无关，你把这2件事绑在一起，就是想逼我们钱。我也感觉不对劲。周老板，你不是本地人，不懂规矩。我林小满的牌子，今天这是规矩，我来定，我不让。李小满，你别后悔。我只后悔一件事，就是嫁给沈念。不过我这2天不后悔了。小满，话说完了，就谈正事吧。我愿意用我的公司名义来做担保。多谢你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你媳妇儿够硬。嫂子，我以前确实看低你了。现在后悔也不晚，以后别给我闯祸就行。你以为你们货出去了就真赢了？南方客户可不一定只认你们。南方客户那边临时改了，他们要亲自验货，人我没有带过来，不过他们要求我按照他们标准来调。选吧。周老板，客户既然要选，那就多一样选择性。这是供销社的新品，换了名字，市场上又不止你们能做辣椒酱。行，那就一起试吧。入口香，后味口。这可是按照南方口味调的。南方人吃辣也吃层次，不只是看油乎。这是第7批货，辣椒炒至6成熟，
最后放蒜末，油温等凉下来之后再覆盖。稳定。客户只看价格，我便宜2毛，便宜2毛，回头各少1盘。周老板，我这些天搬货，听买的人说，小满辣拌饭香，夹馍也香。何玉莲那罐儿，第一口臭，第二口咸。沈强，你闭嘴！客户要的是复购率，沈燕、林小满，这批货我要了。周老板，你会后悔的。做生意后悔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不跟没有底线的人合作。有人举报你们小作坊不干净，今天停卖。你凭什么让我们停？凭我在供销社上班，维护市场秩序。你不是市场秩序。那你们敢不敢把做酱的地方让大家都看一看呀？嫂子天天洗瓶子，锅也刷得发亮。你现在站在他们那边，肯定帮他们说话呀。食品安全可是大问题，沈燕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公开，公开。把洗瓶、熬酱、封罐流程全写出来，贴在摊前。以后每瓶罐底写日期。那我们的配方不就漏了？火候和比例在你手里。你装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是在家里做。所以下一步，我们准备租厂里的小仓做加工间。这是个正经路子。我要加一条，退1赔2。你比我狠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赔得起吗？你只要敢买假货来讹，我就敢打开一罐一罐尝。何玉莲，你的举报提醒了我，以后小满辣要做成牌子，就要比别人的更干净。你还谢我？谢你的歪招变成了我的正招。沈燕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成功。不是觉得，是一定。这个牌子真的挂上了，以后可能挂到更大的地方。小满，看我这筐算不算合格？合格。娘，您手啊比沈强快。我搬箱子比娘强。你们2个都记弓箭，不错，有厂居，有账本，有批次，你们这小生意算是稳住了。周老板，这一次我们想先收一部分货款，然后再扩大过去。可以谈。不急，先把这批货口碑做稳。你以前不是最敢冲了？冲也要知道地儿在哪儿。小满，是娘啊，小瞧你了。娘，以前的事儿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没过去的，你就骂娘2句。娘，我嘴烂，我怕您受不住了。嫂子，我也对不住你。你先把你的账还了吧。还。南方客户那边又追加了1000块，不过需要你们亲自去谈。去南方？去。这么远？你真的要带我去？这次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路上吃，别舍不得。娘，我们就去2天。靠，嫂子，箱子我搬到镇口。这次别来练杂。不会。你们走不了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沈燕欠供销社26块，账没还清之前，样品不能带走。我什么时候欠了？你买瓶子、买油、买盐都记过账的。你胡说，我们每次都是现金。白纸黑字都有你名字。这是我的字。沈强，你可别乱认。是不是你欠的？上次他说让我理坏油，说先记你名下，我以为又来。嫂子，我真不知道他要拿这个威胁你们。你咋这么糊涂呢？不管谁签的，账就在这儿。行，这26块我给。凭啥给他？给，让他写收条，承认这笔账今天结清，以后再无瓜葛。不敢写，就是账有问题。这26块，买断你最后一次拦路。南方水深，别淹死你们！不劳你操心，我们会游泳。客户要1000罐，压价2成，货到后3个月付款。3个月？那我们本金全就压在这儿了。不能接，你不怕错过大单？大单也可能是大坑。沈念，你不是敢吗？怎么1000罐又怂了？我们是敢，不是傻。客户说，如果你们不接，他们就会找便宜货代替。可以，但我给另一个方案，说，第一批300罐，现款现结，卖完可以追加，
单价不降，但可以送20条围裙。对，围裙上可以印满小满辣，这样还能替我们宣传。你们这是把赠品当成招牌。可我凭啥听你的？因为我们的货卖得动。何玉莲，你折腾了那么多次，不会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货有人买，不是因为便宜，而是因为有人吃了第一次，还想吃第二次。好，我帮你们做。不，这次我和小满一起去谈，路费、住宿都是钱。那就从利润里扣。这一趟不是花钱，是开眼。林小满，你真以为他带你出去见世面？男人有钱就变心。没钱的是我亏欠他，有钱了就更该还他。沈燕，你不要老说话。那说一起算。好，明天早上出发。客户那边嫌贵，嫌价高可以少拿，不能拖款。他说别人家的便宜，便宜能让别人第二次掏钱吗？他们说先赊账再付款。那就不是卖货，是拿我们的本钱去做他们的生意。我们可以给他试销方案：300罐现金，送20条围裙，10张手写的吃法单，15天内卖完，单价不变。你们比昨天更硬了。因为我们算过账。不算账，都是赔本赚吆喝。行吧，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昨天客户已经给我回电，他们同意现款300罐。同意了。这下你们不用真的去拿方了。今天这场，我主要想看一下你们会不会被大单给冲昏头。周老板谨慎是对的，说实话，还真有点想去呢。会去的。不过我们这次去不是为了求人，是开分销。口气又大了。这次有底气。 300罐现款，下一步我想入股。入股？怎么入？我出渠道，你们出手艺，我要4成。4成不行，太多。那你想出多少？最多2成，只能给渠道分红，配方不碰。听他的。行，2种股份，先是3个月。这不是我们的货，名字一样，顾客认不出来就行。你伪造我们的牌子。 牌子没写进公文，谁先卖是谁的。玉莲姐，你这是假货！你也配说我？你咋能这样害人呢？我害人？林小满抢我男人，沈燕断了我的路。沈燕又不是货物，你想要就能要。这话听着怪的。闭嘴！何玉莲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下架、道歉。我要是不能，那我就把真货、假货、收条、纵火火柴盒。 一起交给主任和周老板，都留着。我说过，我信证据。还有我欠款那张介绍条，我也留着。你敢背叛我？我这不是背叛，是不想再烂下去。玉莲，收手吧！凭什么你们都可以重新来？因为我们知道认错，我们会改，而你只知道恨。好，我下架，但是并不代表我输了。你输给的不是我们，是你自己。 这牌子呀，亮堂。哥，嫂子，300罐我已经装好了。我刚才检查过了，装的都挺好的，没偷懒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偷来的钱不踏实。现在想明白也不晚。3个月的股权分红协议，按你说的2成。合同呢？怎么还不信我？不是不相信，是沈燕说了，账算得清楚啊，关系才能长久。学得挺快啊，跟小狐狸学。小满。 这是你嫁过来时的嫁妆，一直压在箱底，是娘糊涂。现在呀，还给你。娘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得记着，不能忘。记得呀，以后不再犯。沈燕，你下一步什么打算？注册商标，扩大加工，在镇上开第1家小满辣门店。啊，还要开店？店名还叫小满辣？当然。那你怎么办？ 全镇都只记得小满辣，谁还记得你啊？记得我是小满的男人就好。开店可以，但是你们还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？一份长久的合作协议。今天签了3个月的试合作，变成1年的长期合作。渠道归我，生产归你们，配方永远归林小满。归我？本来就是你的。可是你也付出了很多。我出的力是为了不再亏待你。沈燕。 不是说好了不收亏欠吗？小满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重新跟你过日子，是因为我真心知道你好。这是最后一罐假货，我以后不卖了。你来是道歉？对不起，我以前恨错了人。何玉莲，
我不会原谅你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改，我也不会故意踩你。老板，签了吧？别怕，我不是怕，我只是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合同上。你的名字能出现在更多地方，招牌上、货箱上，还有更多人的饭桌上。好，小买辣正式起飞。神呀，你那个梦里我们后来怎么样了？梦里不好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把它过成另一个结局。